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梅朵。今天是本课程的第12讲，我们的课确实是越来越接近尾声了。细心的朋友会发现我们前面的课程呢，都是围绕着怎么能睡着来讲的，而后面这几节课呢，我们是围绕着怎么能睡好来讲的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健康睡眠的睡姿这个话题。根据我们的睡姿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7类，我将结合每个类型的睡姿，为大家梳理一下各种睡姿对健康的益处或者害处，也告诉大家调整的方法。第一类最常见的睡姿呢，就是仰卧了。据调查60%以上的人都是采取仰卧的姿势来睡觉的。这种姿势的好处呢，是不压迫心脏、肺和胃部等等内脏器官，也有利于血液循环。它可以较好的让我们的身体得到舒展和放松。当然了，对于严重打呼噜和腰疼的朋友来说呢，仰卧呢也的确存在有一些弊端。例如，仰卧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肌肉更放松，那舌根就会更加的后坠。舌根后坠明显了以后呢，气流的阻滞就会加重打呼噜。长期打呼噜呢，也会引起睡眠中的脑缺氧造成头晕脑胀。长时间这样呢，也容易引发高血压。对于腰疼的朋友来说仰睡时可能腰部的支撑力就不够充分。那这时呢，你可以在腰下面垫一个薄薄的小枕头或者是腰垫，起到一个更好的承托我们的腰椎和腰肌的作用。当然了，结合我们前面那一讲讲过的寝具的选择那一课内容呢，你也需要检查一下您的床垫是否合适。第2类睡姿呢是侧卧，也是大家惯常采取的一种睡姿。不管是仰卧还是侧卧，总之我们一晚上不可能保持同一个姿势睡着不动，对吧？所以我们都会变换姿势。那大多数人呢，都是在仰卧和侧卧之间切换的。侧卧呢，又分为右侧卧和左侧卧，而且我们普遍认为右侧卧不会压迫到心脏，也更有利于胃部食物的消化，所以呢，更有益于健康。相对来说左侧卧呢，可能会对心脏产生一定的压力，也不太利于胃部食物的消化，所以呢，就有专家提出左侧卧不如右侧卧。但是对于孕妇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，我们是提倡孕妇左侧卧的，因为随着孕期胎儿的发育，子宫会逐渐的增大，尤其是到了孕晚期，子宫呢会偏向于向右旋转。那孕妇左侧卧呢，可以减少子宫右旋的程度，减轻增大了的子宫对子宫动脉和下腔静脉的压迫，这样呢就能够保证血管里的血流量，为胎儿提供更多的养分。第3种睡姿是趴睡。对于趴着睡，我们普遍的认知是它是不健康的睡姿。趴睡呢，不但会挤压到心肺和肠胃，造成呼吸不畅，还会扭曲颈椎，也无法对我们的脊椎起到很好的一个支撑作用。而且长期趴睡也会影响我们面部的轮廓，造成两边脸蛋的不对称。可是呢，有些人已经养成了这样的睡眠习惯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作为一种补偿，或者就说痊愈之计吧，可以在腹部下面加一个薄薄的垫子，承托起腰椎，以使我们腰椎呢不至于过度的下陷，造成损伤。但是呢，近年来也有人对趴睡持有不同的意见。你比方说日本就有学者认为趴睡才有助于健康，是谁规定了人必须仰卧呀？他们认为趴睡可以防止打呼噜、呼吸暂停综合征以及睡眠中误吸入一些危险的物质等等。当然呢，我们也知道专家们各有各的说法，那我们还是采取因人而异的原则，看哪种自己最舒适。第4种睡姿是仰卧
并双手上举。这种睡姿呢，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危害，就是天冷的时候非常容易造成着凉，而且长时间的手臂上举啊，也容易带来肩膀和颈部肌肉的紧张紧绷状态。这类睡姿的朋友呢，罹患肩周炎和风湿性关节炎的几率可以说是大大的增加了。同时啊，由于这种睡姿会造成身体过度的伸展，那就无法达到睡眠当中让自己获得充分放松的状态。所以采取这类睡姿的朋友，大部分睡眠质量都不太高。假如非要采取这种睡姿的朋友呢，你也可以自制或者是网购一个保暖的护肩，在天凉睡觉的时候呢，穿上它，以防着凉。第5种睡姿呢，叫枕手睡。顾名思义，就是枕着自己的手臂入睡。无论是仰卧枕手还是侧卧枕手，都会压迫到我们手臂的血管和神经，造成血液循环的不畅。我读书时呢，同宿舍的小姐妹就习惯于枕着手睡。我那个时候呢，还曾经好奇地问过她，你压着手睡觉真的舒服吗？她说，这样睡好像有一个胳膊抱着自己，我倒感觉更踏实呢。后来我回想起她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睡姿可能更能让她有安全感，满足了她心中对安全和依恋的需求。但是啊，这样的睡姿呢，的确容易造成手臂的麻木和肿胀，甚至有报道说，这样的睡姿因为压迫神经，可能会造成身体偏瘫，有这样的风险。所以啊，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，尽量的去调整我们的睡姿。相较于趴着睡来说呢，枕手睡这个习惯相对的容易纠正一些。第6种睡姿叫压肩睡。从身体的倾斜程度来说呢，压肩睡是介于侧卧和趴睡之间的状态，比侧卧的身体啊更为前倾和下压，以至于将上身的重量过度的聚焦于一侧的肩膀部位。这种睡姿不但压迫心脏和肺部，也更会对肩部造成损伤，不但使肩部的血液循环不畅，还会由于过度的挤压了肩关节和肩膀的肌肉，使其过度承重。那长此以往呢，就会使肩部劳损，胳膊的活动呢受限。纠正这种睡姿时呢，可以侧身，并且在胸腹部的前方放置枕头来支撑我们的身体，避免身体过度的前倾和下压。第7种睡姿呢，是蜷缩成一团。这种睡姿啊，就好像婴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感觉。一般来说，采取这种睡姿的人呢，可能是比较缺乏安全感的。从性格上来看呢，可能也普遍的会偏内向一点。当然啊，也不是所有这种睡姿的人都是这样的，我们只是从大概率上来说的。这种睡姿的缺点呢，是因为身体的蜷缩会挤压到肺部和胃部，造成呼吸不畅、消化不良。而且这种睡姿实际上反倒会令我们的背部肌肉一直处于拉伸状态，使我们的身体呢不能充分放松，这样就会造成休息质量大为降低。对于这种睡姿的调整呢，其实比较好调整。我们也可以在胸腹前面放置一个枕头，或者你也可以抱着一个毛绒玩具，大一点的，利用这些媒介来拉开胸腹之间的距离，让自己慢慢的适应新的睡姿。综合以上7种睡姿的优缺点，我们最提倡的健康的睡姿是右侧卧位，让我们的右腿呢自然的伸展，左腿自然弯曲，右手放在右耳的前方，但是不要压迫到我们的右手啊。那左手呢，你可以放在腹部前方或者是床上的某个位置。整个睡姿呢，以舒适、放松、自然为最佳状态。最后，我再补充一个很贴心的小贴士。前面我们对于睡眠时可能出现的颈肩受寒呐、腰背疼啊，都给出了解决的建议。但是实际上啊，
大家在睡眠中最容易出现的不适的症状却是落枕，而且不论我们采取哪种睡姿啊，都可能会造成颈部肌肉的一个过度的牵拉和紧张，引起落枕。那落枕不但让我们的头部、颈部运动受限，还会因为我们颈部肌肉的这个酸疼感啊，让我们陷入长时间的不适，真的很令人心烦。今天我教给大家一个缓解落枕的小妙招。首先是限制活动，不要勉强屈伸和旋转颈部，以不引发或者加重脖子的疼痛为准。第二呢是局部热敷，用热毛巾或者是热水袋等等对疼痛的部位进行热敷，这样做呢可以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，放松紧张的肌肉，从而减轻疼痛。那如果疼痛较重呢，可以按照药物的说明书服用芬必得呀，或者是在皮肤表面涂抹扶他林药膏等等。第三呢是适当的按摩，可以起到放松肌肉的作用，但是没有章法的乱按，甚至是强掰和强迫的旋转头颈部呢，是绝对不可取的。尤其是年龄较大的落枕者啊，不推荐选择按摩治疗。好，今天的课程呢不长，所以请大家记住，你的身体越放松越舒适，你就睡得越好越健康。梅朵衷心的祝福每个听众朋友都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幸福的生活。好，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，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。